大家好，我是老孙，来自日本富山市。谢谢你经常收看我拍的视频。中国饮食文化博大精深，很多饮食可以说是集美味和营养于一身，其中也不乏一些特殊食品，比如之前跟大家介绍的化血栓豆、豆豉。在生活中，豆腐乳、臭豆腐、豆豉这么多变了味的发酵豆制品，好吃的同时，也有不少人担心臭卤水不健康。豆腐乳、臭豆腐、豆豉这些东西到底是人间至味还是问题食品呢？我们中老年人到底能不能吃呢？请你点赞加关注，我们接下来仔细聊。腐乳是霉菌发酵后的豆腐，抗氧化，对老年痴呆有好处。腐乳被外国人称为中国奶酪。在制作腐乳的过程中，原料的营养几乎没有什么损失，反而是产生了多种具有美味和香味的纯质有机酸及氨基酸，对身体更好。腐乳是由豆腐经过特定霉菌发酵后，再用盐和各式香料腌制制成的发酵豆制品。无论是与奶酪还是与其原材料大豆相比，腐乳在营养上都具有独特的优势。大豆经发酵成腐乳后，其中的大豆异黄酮的活性增加，具有较强的抗氧化作用，有利于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和防止脂质过氧化，对心血管疾病也有一定预防作用。也就是说，腐乳的大豆异黄酮活性增加，有辅助防癌和抗氧化的功能。同时，腐乳含不饱和脂肪酸，不含胆固醇。实验表明，腐乳具有降低胆固醇的作用，比高胆固醇的奶酪更有益于健康。大豆所含的蛋白质经微生物的酶水解后，产生很多小分子肽及游离氨基酸，容易消化吸收，从而使蛋白质利用率提高。由于微生物的作用，腐乳中产生的维生素 B2 含量仅次于乳制品，比豆腐还高6到7倍。维生素 B12 量仅次于动物肝脏，因此腐乳的 B 族维生素增加，具有预防贫血与老年痴呆的作用。豆腐乳有个大缺点，咸钠多，一般人群宜取少量腐乳或低盐腐乳汁之后再入菜。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豆豉。豆豉是发酵晒干后的大豆，国际上被称为营养豆。豆豉是用黑豆或黄豆做原料，经过一番洗净蒸煮冷却后放入缸中发酵研制，最后晒干而成的按加盐与否分成咸淡两种。生活中豆豉已经是餐桌上不可多得的调味品和菜品，豆豉对于老年人好处多多，在国际上已经被称为营养豆。它不仅开胃消食，还能驱风散寒。总之，吃豆豉对改善大脑的血流量和防治老年性痴呆症很有效果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豆豉再好也不能多吃，每日以50克内为宜。而且豆豉加工中会加入很多盐分，所以如菜肴中已加入豆豉，则应减少烹调用盐量。臭豆腐闻起来臭，吃起来香。那么臭豆腐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有没有营养？有传言说，制作臭豆腐的臭卤水就是粪水和化学制剂，吃了有害健康。这当然不是真的。现代化生产的臭卤水是有微生物和品质监控的。臭卤水主要是以苋菜、芥菜或其他蔬菜为基底，再加上豆腐干所含的蛋白质，因而造成了一个稳定的乳酸菌发酵环境，安全性比较有保证。臭豆腐按照工艺可分为发酵和非发酵两种。发酵的臭豆腐是在豆腐基础上发酵而成，臭味主要来源于微生物，如霉菌或者乳酸菌发酵蛋白质产生的硫化物。引朵非发酵的臭豆腐臭味则来源于臭卤水。臭卤水主要是以苋菜、芥菜或其他蔬菜为基底的，一个稳定的乳酸菌发酵环境。蛋白质被分解，味道更鲜更好消化。豆腐中蛋白质分解后产生更容易消化吸收的氨基酸，其中一部分氨基酸是食物鲜味的来源，具有鲜美的滋味儿，所以吃起来会很香。营养有增无减。豆腐的各种营养成分在做成臭豆腐之后，几乎没有损失大豆中的异黄酮，经过发酵变成游离形式，更有利于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发挥作用。臭豆腐中还富含植物性乳酸菌，而这些菌有利于提升人体免疫力。吃臭豆腐适量就好，也不用担心是在吃大份。那些臭豆腐是用粪水、化学制剂泡出来的谣言就更加不用相信了。